大家好，人人都知道，每个人都应该积德行善，广结善缘，如此这般才能够不负韶华，不负此生。然而呢，有些人明明是做了很多的善事和好事，却依旧阴沟翻船，社死收场。另外一些人明明是异常低调做人，貌似行善不多，却能够一路收获平安，收获喜乐，甚至收获掌声，收获喜爱。您猜得到个中的大智慧和大原因吗？你有猜得到老是被黑粉们纠缠、被黑材料抹黑的赵丽颖、王一博的平安符又在哪儿呢？深度加温度，新闻最专注。曾经被党媒央视点名过的无污点艺人邓伦，在去年河南水灾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捐款了100万。结果今年却意外地成为了第一时间出事儿的、出现的劣质艺人了。个中的硬核梗我已经不用多说的了，因为我已经早就聊过的了。而同样是在去年那个7月份的河南水灾的当中，王一博和赵丽颖的第一反应又是什么呢？您还记得吗？若您实实在在是不记得的话，欢迎您翻看本频道那些独家深扒过的干货视频。那么问题跟着就来了，为什么有的人明明积善积德不甘人后，而且在党媒官媒的眼里还是正能量满满的那一种，却会意外的落水了呢？却会阴沟翻船了呢？这其实再次验证了视角老是与别不同的新闻我的铁口了，那就是流量与热搜的背后的诡异性。道教善书太上感应篇有那么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的福祸都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而是由每个人的身、口、意三业合力造就的。因此有些人的成功不是天上掉馅饼那么容易的，而有些人的社死也不是阴沟里翻船那么简单的。所有的前因后果其实都是有征兆、有启发、有缘由的。大家伙现在都知道了，小心谨慎的王一博正在热火朝天的躲在剧组当中，紧张的搬砖当中，紧张的避世当中。然而呢，有些事情躲也躲不过，王一博和自己的铁粉们再次的携手闯进了热搜榜单了。后者的能量之大可见一斑了。在娱乐圈近年来一直都有这么一种说法，也就是有什么样的偶像就会有什么样的粉丝。用4个字去浓缩的话，就是人们常说的粉随正主了。针对这4个字，我也聊过很多回很多期的了，尤其是摩托姐姐们。而摩托姐姐们的身上都有一个正主的特性，那就是2个字，公益了。因为王一博自从出道以来一直都致力于公益事业，而且从来都是很低调的行动派，也从来都是很寡言的存在感。请注意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也很值得说道的。一直留意并且关注本频道的朋友们，其实都是内心有温度、有感觉的敞亮人来的。大家伙在现实当中的生活当中，肯定也少不了老是听到有人这样抱怨说，自己明明一直都在坚持做善事，结果却一直都没有什么好运可言。于是有人自问说，是不是所做的所有的善事都是无用功来的呢？那么你又觉得他们到底在哪儿
做错了呢？在希望我老师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，这些人对于积善积德的那个德字还是不够了解的。德其实分为阳德和阴德。如果做善事是有某种动机的，或者喜欢四处去宣传，四处让人知道的话，那么这样的善事儿积的就是阳德来的。因此相反的，低调行善默默无闻的话，也就是说做的好事儿根本就不会去主动宣扬的话，那么这样的善事儿积的就是阴德来的。于是乎，抱怨自己没有福气的那些人，其实积累的都是阳德来的，因为他们做善事是有目的性的，是出于功利的，而不是真的是具有慈悲心的。所以阳德也俗称有漏之福，也就是说一边做一边漏。比方说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之后，特别享受这件事给他所带来的那些荣誉感，或者说自豪感，那么不好意思了，他所做的那些好事，所积累的那些福报，就会被同时之间被漏掉了，被消耗掉了。而阴德呢，就刚刚好调转来了。阴德俗称无漏之福，也就是一边做一边攒。比方说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之后，无人知晓，也不自夸，就跟没事发生过一样，那么就等于这个人在积累了福报之后，根本就没有机会，没有管道去消耗掉这一份的福报。于是乎福报便一直稳稳的牢牢的积聚在了他的身上了。说到这，您想到了赵丽颖、王一博行善之后的那些表现和故事了吗？没有的话，还是烦请您自行的回顾一下新闻我之前的那些干货视频。有意思的是，王一博喜欢身体力行的去将流量转化成为正能量。坐言起行的他的粉丝们也自然的跟随着自己的偶像、自己的正主的脚步，积极的去参与到各项公益的洪流当中去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不少粉丝们跟正主一样，也是话少活多的主，真的是哪里需要哪里到，出人出钱有出力。奇妙的是，不论偶像王一博做了没做，说了没说，摩托姐姐们依旧是各种国家大事发生之际，总会出现在第一线的。这不是一种邀功的默契，这是一种能量的传递。说白了，积德行善的真意就像是一盏灯一样，照亮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，或者说某个人做的某件相当具体的善事，而是大家伙都能够通过这盏灯，或者说通过这件善事，看到了这个人的本真和本心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说多了无味，看到的最实际。如果再深入一些的话，新闻我只能用一句话去概括的了，那就是行善不是宣传。若本心不是慈悲心，那么一些人所做的善事都只是刻意而为之的宣传而已。这种的宣传注定不会成为这些人的举手投足生活习惯的。请注意，在这里行善
跟宣传与否的界定词是一个大大的生活习惯。前段时间，凡是带有王一博字样的热门搜索，都是跟王一博大银幕作品有关的。而最近冲上热门搜索的关键字，都是王一博的衍生词来的，也就是摩托姐姐来的。这些自发向泉州捐赠抗疫物资的摩托姐姐们，算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王一博完美的扛下了热搜的重担了。而且请注意的是，这些物资上面的留言很搞怪，很有趣。上面写着面线糊加油，摩托姐姐来了。面线糊是什么意思呢？面线糊跟热干面一样，都是时下特别流行的一个城市的代名词来的。这还没完，所谓粉随正主，还有更加硬刚的粉。全国各地热情燃烧的摩托姐姐们，不仅仅扎堆捐款捐物，还跟偶像王一博一模一样，把自己的本尊也一道的捐了出去。一个个的摩托姐姐大白，跟当年逆行的王一博一模一样，都冲上了第一线。这股热搜的风潮，且不说私心如何，倒是切切实实的走了一遍党中央国务院所号召的中央精神。单就这一点安全系数而言，新闻我真的是要给满分的。当然了，新闻我刚刚也是严重提到的了。行善若是被人知道的话，这些善缘也很难积累下来的。甚至别人家的一些口头感谢，或者送锦旗之类的小小的回报之后，也会同时之间会让这一份帮助别人的恩情、留名留姓的好事也跟着烟消云散了，不会积存下来了。因为阳德是带有目的和功利性的，因此积累阳德如同抓在手中的沙子一模一样。淮南子有云：有阴德者必有阳报。这句话说的是更加的明白直白的了。也就是说，积累阴德的人一定会在人世间收获好运的。因为积累阴德的人行善不是为了收获名利的，所以呢，这些人不求别人知道，而是出自于本真和至诚，而是出自于天生的慈悲和怜悯。但凡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义不容辞，冲在最前面的。这就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来的了，没有做作，没有虚伪，不求名利，没有目的。这就像是早起刷牙一样，是无需提醒，是没有某种驱动的。因此呢，这回摩托姐姐冲上热搜之后，也有一部分的吃瓜群众们也纷纷的评价说，摩托姐姐是借王一博之名刻意的作秀。这就无疑就自动的关联上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次摩托姐姐冲上热搜的操作到底是主动的呢，还是被动的呢？倘若一些人几年如一日的为公益事业出财力、出人力、出物力、出毅力的话，而且本真和本心其实都是默无闻的那一种，那么无疑的，这种不留名的阴德是王一博最好的助力来的了。于是乎，王一博本尊这一次同期的顺利的登上了热搜榜榜单的原因，或许就是这种助力的某一种的体现了。
话说王一博的《年》在发行了3个月之后，也就是完完全全无宣发的情况之下，在某音乐平台上上线第一天就获得了全球榜单的第50名，同时呢，也是泰国榜单第2名的霸榜的好成绩。这跟尬吹尬黑的操作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真实的榜单的成绩才是实力变现的真正的硬通货来的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真真假假的，比方说休斯顿影后和赵丽颖修路，就是这么一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真真假假的葫芦案来的。做善事儿不留名，那么福分就会积聚天上，随时倾倒下来，跟我之前所提到的念念不忘，爱必回响的道理一模一样。积德时默默无闻，行善时暗结善缘。那么福分通通倾倒下来的时候，或许就是有心人顶峰相见的高光的时刻了。王一博的《年》里面有那么一句相当应景和带感的话，它就是一刻一呼百应，一生一念长鸣。这其实也算是这种属天福报的最佳的诠释了。也就是说，做善事的一刻，大家伙都会一呼百应，一生当中一念即是万念，彼此影响，生生不息，如同日月永恒明亮。